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陈安茂老师。今天非常的高兴，我们又再一次在镜头前遇见了武术大师陈安茂老师，赶快一起来跟安茂老师打声招呼。老师你好，大家好，观众朋友你们好，是还有我们的高世峰老师，主持人好，的参与，大家好。好，老师，今天这个题目也是个好题。朋友底下留言，老师好，我媳妇有身孕，可以剪头发吗？如果剪头发长度过腰，需要挑个时间剪吗？老师，武术大师，再拜托您解惑一下，谢谢。这一题应该分成两个题目。第一个题目是，媳妇有怀孕，那可不可以剪头发？一般我们以前都有那个日历，日历里面会讲说今天胎神站在哪一个地方，所以媳妇她如果要剪头发，在家里自己剪，那就可能要注意看看胎神在哪一个地方，不可以在胎神的位置，刚好媳妇在客厅，那今天胎神站在客厅，在那边剪的话，那就犯到胎神。但是不可能会自己剪，所以现在的女孩子要剪头发没有那么省的，绝对会到美容院去。是，所以跨出了这个家到外面的别人的店家，胎神不跟过去，所以这一个禁忌倒没有，不像以前的人自己刘海，拿剪刀就自己就这样剪，那可能就要注意，你是坐在房间剪，还是在客厅剪，还是在厨房的位置，顺便剪完要扫，所以这个就要看胎神站的位置。是，但是如果到外面给美容师他替你修剪，没有这一个禁忌。是。第二个主题是，不是孕妇，任何女孩子，她只要头发过了我们的腰际，所谓的腰际就是我们两肾中间的命门。为什么那个位置叫做命门？那代表我的头顶跟我的命门两边的气已经衔接了。对，衔接了，如果你要从中间把它剪断，有些时候会剪断命门。所以如果我们看一般的农民历，就会写说今天适合剪发还是忌剪发，是，那是在对头发长到我们的腰际的人，他在修剪头发，尤其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很发心，他们会捐献头发对，给一些单位，所以要去做这一个修剪，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剪，还是到理容院去请师傅帮你剪，只要过腰际，如果你相信的话，应该看个日子，不要忌剪发的时间去剪，这对我们的本命元神会伤。可是对一般的年轻人，他们不信这一些东西，他觉得哪有这么严重，很怕万一，不怕一万，所以万一如果刚好不行的时候，你这样一咔嚓剪下去，可能会有状况会很多不一样，有些人神志会昏昏沉沉，有些人有一点类似很紧张兮兮的感觉，那有人可能就会生病，是，这个代价可能就会有，一般都是跟我们的元神跟我们的身体状况会出问题，所以如果有相信，还是要剪这个头发，善心有，但是还是选择一下该避的避一下，一定会比较好。明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那刚刚既然我们问题已经提出来了，您也有讲到，很多时候孕妇为了个方便，想说啊这边毛毛躁躁，我就自己顺手给咔嚓了一下，不晓得有这么严重了齁。那如果万一他做这个，因为您在第一个题的时候有讲到说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胎神位置在哪里。如果你不说，我以为胎神就在床头四周围这个范围呢。那它有可能到客厅吗？这个我们该怎么判断呢？客厅也有，屋外的，以前比如说我的那个养牲畜的地方，它也会有。它在我们的屋子的里以外，还有外面的周围，它也会有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翻一下农民历，看今天胎神站哪一个位置，你就可以知道到底这个胎神站哪个位置是不是迷信。是，所以常常听老人家讲，不要坐在床铺上缝衣服。有人没事因为那些胎神不在床铺啊，有人光这样子一针下去而已，还是有剪刀下来一剪下去，肚子就马上不舒服。所以临信其有，参考一下。感谢老师的解惑，谢谢您的时间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我相信这一部影片真的老师教了我们非常多这个传统的智慧，包含
农民历，我们年轻一辈几乎也没有在拿农民历，但是现在有 APP， 下载一下，加减看一下，我觉得不会是坏的。好，相信这个老祖宗大自然统计的这个智慧，肯定有它的作用在。谢谢您，记得各位朋友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你的小铃铛，特别按赞才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咯。那我们期待下一支影片见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